有人說他是漢代的最後一位将軍，也有人說他是諸葛亮的传人。這個人11次北伐，贏過也輸過，最後死在亂軍之中，被剖開肚子，發現膽大如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lo， 今天我們來聊姜維姜伯約。姜維字伯約，天水郡蓟縣人。他的老爹姜炯是天水郡的公曹，也就是郡守的秘書长。在一次羌族叛亂中，为了保護郡守，因公殉職。從小沒了父親的姜維，不得不跟母親相依為命。這個姜氏在天水市是大姓，算是名門望族。朝廷也因為他爹的功勞，在姜維成年之後，給了姜維一個中郎的官職，參本郡軍事。史書記載說他好立功名，說明他小時候就憋着一股狠勁，想幹一番大事。平時喜歡鑽研政權的經學，而且偷偷養死士。但問題是，姜維所處的涼州已經是曹魏的政權，曹魏對涼州本土的士族一直是打壓防範的態度。再加上涼州這個地方遠離中央，而且民族混亂，管理混亂，所以此時的姜維處境相當尷尬。你說他報國無門嘛？關鍵是在姜維眼裡，我報哪個國？姜維出生在西元202年，他出生的時候，涼州已經脫離大漢近20年了。等他長大成人，曹丕篡漢，建立了曹魏。姜維從小讀的是鄭玄的經學，鄭玄跟盧植齊名，忠君報國的思想是有，但問題是書中要忠的那個君是那個大漢，但那個大漢此時已經沒了。姜維年輕的時候心裡應該是非常矛盾的，他想當大漢的忠臣，可人卻在曹魏，曹魏才是正統。但是遠在西蜀也有一個漢，雖然沒見過，但他還在。人家只是把國都從西安遷到了成都，有憲法，有軍隊，有外交，實打實的主權國家。西元228年，姜維27歲，諸葛亮第一次北伐，兵出祁山，陇右各縣幾乎沒有任何抵抗，望風而降。天水太守馬遵正帶着姜維在外面巡視，突然聽說諸葛亮打過來了，馬遵當場就慌了。他看了看姜維，心裡開始打鼓。這些人都是涼州本地人，周圍各縣都投降了，你姜維会不會也要降漢？馬遵沒有猶豫，連夜跟着雍州刺史郭淮跑了，直奔上邽，把姜維這幫人全部扔在了後面。結果第二天早晨，姜維醒來發現領導跑了，他一路追到了上邽城下，結果城門緊閉，將他拒之於門外。姜維當時的心情大概就是：我忠心耿耿跟了你這麼多年，結果你拿我當叛賊。你是怕諸葛亮，還是看我姜維不順眼？姜維沒辦法，只得回蓟縣老家。結果回到蓟縣，城門也關了，不讓進。就這樣，姜維是在同行人的勸說下，被迫投靠了諸葛亮。在小說裡，諸葛亮為了收姜維，放走了夏侯茂，還搞了一波和吳用逼盧俊義上山那一套狗血的招數。在這裡得澄清一下，純屬虛構，得給諸葛亮洗白。諸葛亮沒那麼陰險。諸葛亮見了姜維還沒高興幾天，結果馬謖把街亭給丟了。諸葛亮得到消息以後，只能收兵撤退。可悲的是，撤退得很急，急到姜維來不及回蓟縣接自己的母親。從此，姜維與母親分離，一輩子再也沒有見過面。後來，曹魏收復蓟縣，把姜維的母親、妻子、孩子全部軟禁起來，想以此來招降姜維，但姜維沒有回去，他選擇留在了蜀漢。演義裡彌補了姜維的遺憾，但現實卻很殘酷。諸葛亮回到漢中以後，對姜維進行了全面考核，評價道：姜伯約鍾情時事，思慮精密，考其所有，永難繼長諸人不如也。其人涼州上士也。也就是說，我認真考察了姜伯約這個人，論綜合能力，李紹、馬良這些人都不如他。可以說，姜維就是涼州的頂尖人才。緊接着，諸葛亮直接把中軍精銳交給姜維操練，必教軍事，當遣義工，進諫主上。也就是說，等他把兵練好了，就親自帶他回去見天子。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人說諸葛亮把他當接班人培養的原因了。此時，27歲的姜維被封為奉義將軍、當陽亭侯。在這之後，他母親從魏國寫了一封信，信裡說自己病了，讓姜維寄一味叫當歸的中藥回來。
姜維收到信以後，回了一味蜀地特產的中药，叫遠志。信裡留了一句話：“良田百顷不在一畝，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。”當歸和遠志是2味中藥，也是2個選擇，是回家盡孝還是留下報國？看到這裡，真的五味雜陳。西元234年，在五丈原秋風蕭瑟，諸葛亮去世，終年54歲。此時33歲的姜維回到成都，被任命為右監軍、辅漢將軍，封平襄侯。諸葛亮臨終前留下了一套系統，蔣琬、費禕、董允輪流執政，算上年齡差，大概是能覆蓋40年。40年裡面，他們負責穩住內政，姜維負責保持軍隊的戰鬥力。等曹魏那邊再出什麼驚天變故，便起兵北伐。這個規劃很精密，但唯一沒算準的是壽命。蔣琬主政時期，姜維跟蔣琬住在漢中，一路升到了镇西大将軍，領凉州刺史。蔣琬继承諸葛亮的蚕食雍凉方針，讓姜維帶着小股部隊去邊境騷擾，然後聯絡羌胡部落試探魏國的防線。這個時期，姜維多次率領偏軍西入，跟老領導郭淮交流了幾次感情，但這種小打小鬧根本不能對魏國造成實質性的傷害。延禧9年，蔣琬病逝，費禕上台。到了費禕這裡，北伐就徹底變成了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的事情。費禕的態度非常明確，咱們跟諸葛丞相比差得太遠了。丞相這麼牛批的人，5次北伐都搞不定，我們又怎麼能打得過曹魏呢？現在老老實實種地，休養生息，等以後天降大神再來啟動北伐吧。原話就是“若不如志，悔之無及”。費禕是蜀漢4家大族的代表，4家大族最怕的就是戰爭带来的風險，保住现有利益永遠是第一位。所以每次姜維想要大舉出兵，費禕就攔着，給他的兵永遠不會超過1萬。1萬人能幹什麼？帶去隴西轉一圈，跟魏軍打個遭遇戰，贏了算是佔個小便宜，輸了也不傷筋動骨。但姜維覺得這簡直就是在浪費時間，你給我1萬人，我連對面一個郡都吃不下來。所以最終2個人的分歧越來越大，矛盾也越來越深。延禧16年正月，西元253年，蜀國守岁大會，百官聚集。費禕喝多了，此時魏國的降將郭修暗藏兵刃，趁着酒宴混亂，一擊之力殺害了費禕。事後，曹魏給郭修追封了爵位，等於是對這次刺殺事件認了賬。但也有人說郭修是姜維指使的，因為費禕死後，姜維才是最大的受益人。這個說法其實站不住腳，這郭修是曹魏降將，如果真的是受姜維指使，曹魏事後不會給他追封。就在費禕被刺不久，姜維就率領數萬人出十邑，經董平圍攻南安。這是姜維第一次以北伐總指揮的身份登上了歷史的舞台。魏國雍州刺史陳泰率援軍趕到了洛門，僵持了一陣，姜維粮尽退軍。延禧16年，司馬師廢了曹芳，改立曹髦。雍凉地區的防務又出現了鬆動，姜維再次抓住機會，再次出兵。這次他出隴西，守將李簡直接舉城投降。姜維隨後進圍襄武，斬殺了魏國武將徐志，連下河關敵到臨洮三縣，把當地的百姓全部遷回了蜀國。在那個年代，人口就是國力。姜維打完仗，不光占地盤，還打包把人口給帶走了。這一點，姜維是深得諸葛亮、曹操2個漢相的真傳。這次無論是出擊時機、行動速度還是戰術，姜維這次的北伐算是大勝。但真正讓姜維封神的是延禧18年的桃溪之戰。這一年夏天，姜維跟車騎將軍夏侯霸率領數萬人出狄道，在桃溪跟魏國雍州刺史王經展開了正面對決。王經這次主動出擊，把数萬大軍拉到了桃水邊上，背水列陣。姜維看到對面背水列陣，心想：你這不是東施效顰嗎？學水學不好，去學韓信的背水一戰。結果就是姜維從容指揮背靠桃水的魏軍，由於無路可退，被逼入桃水淹死了，不計其數。這一戰，姜維殲滅魏軍數萬人，可以說這一戰是自劉備建國以來蜀漢對曹魏所有的戰役中，這一次殲敵數量是最多的。桃溪大捷以後，姜維乘勝圍攻狄道城，陳泰率援軍趕來解圍，姜維退軍駐紮在中提。這一戰之後，讓曹魏徹底怕了姜維。
於是他們調來了一個人，就是當年和姜維一起在天水郡但素未謀面的老同事邓艾。也就是從这一刻開始，姜維遇到了他這一輩子最難纏的對手。延禧19年，姜維升任大將軍。這一年夏天，姜維準備發動第4次大規模北伐，計劃是跟正軍大將軍胡濟約好兩路出擊，在上邽會合，兩面夾擊鄧艾。結果胡濟這老哥放了鴿子，史書上寫的是既失勢不治，單方面違約。注意史書的措辭，失勢不治，不是被阻擊，也沒有遇到意外，就是單純的沒來。結果姜維的孤軍在斷谷被鄧艾擊潰，心散流離，死者甚眾。這一敗死傷慘重。一方面確實是鄧艾很厲害，戰術能力跟姜維是一個級別的，而正軍大將軍胡濟在關鍵的時刻放鴿子，也是最致命的。這真的算是不怕神一樣的對手，就怕豬一樣的隊友。斷谷之敗後果是災難性的，死的人要發撫恤金，丟的裝備也要重新打造，減員的部隊要重新徵兵，壯丁徵走了，種地的人也就少了，蜀汉的經濟開始直線下滑，民怨開始上升。之前姜維打勝仗的時候，大家都說什麼將軍威武，現在打輸了就說姜維窮兵黷武，勞民傷財。這就是人性，贏的時候你是英雄，輸的時候你是罪人。史書記載，眾庶尤是怨毒，而龍以西亦騷動不寧。姜維上書自貶為後將軍，但仍然行大將軍事。延禧20年，魏國那邊發生了淮南三叛，諸葛誕反。司馬昭把關中地區的軍隊全部抽調到淮南去平叛，關中極度空虛。姜維看到了這個機會，率數萬人出洛谷，直撲神嶺、秦川。此時長城一帶積糧很多，守兵很少，聽說姜維來了，全都慌了。鄧艾從隴右趕來，跟司馬望一起據守長城。姜維在芒水紮營，多次挑戰，鄧艾和司馬望均堅守不出。淮南三叛被平定之後，姜維只能撤軍，無功而返。只能說，面對和自己旗鼓相當的鄧艾，也只能認了。可姜維能認，朝廷不能認。前者吃了敗仗，現在又無功而返，朝堂上反對的聲音已經炸了，連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都開始反对姜維北伐了。姜維休養了將近5年，緊要5年，西元262年，姜維61歲。當年那個初見諸葛亮時27歲的青年軍官，此時已經是一個年過花甲的老將了。這一年，姜維率軍出征，結果又被老對手鄧艾擊敗，退駐榻中。但這次北伐準備非常不充分，姜維不是為了打贏而出兵的，而是為了保命。在成都的朝堂上，宦官黃皓已經跟右大將軍嚴羽勾搭在一起，暗中謀劃要廢掉姜維，換上嚴羽。姜維之前回了一趟成都，當面跟後主劉禪說，黃皓這個人是禍國殃民的宦官，和當年的十常侍一樣，應該殺了他。可劉禪卻說，皓取走小臣耳，望董允切齒，吾常恨之，君何足介意？這黃皓就是一個跑腿的小太監，當年董允也是看他就來氣，我都煩董允了，你說你們吃飽了沒事幹，管這些閒事幹啥？劉禪讓黃皓去給姜維賠了個罪，行了，給你賠罪了，已經別再管閒事了。或許換做諸葛亮在世，可能只需要一句話，黃皓的人頭就已經掛在了城門口。但諸葛亮不在了，姜維看清了形勢，也怕被黃皓暗算，於是跑到了榻中去屯田。說白了，我在外面養兵，不回去了。此時姜維還做了一件事情，他更改了漢中的防禦方針。從劉備時代開始，漢中的防禦戰略就是實兵諸圍，把兵力分散到漢中外圍的各個要塞，敵人打進來了，一層一層的擋住，御敵於國門之外。我們在魏延那期影片就講過，魏延守漢中用的就是這個重門之策。後來王平擋住了曹爽，也是這個策略。但姜維把這個策略廢除了。他說之前那個策略雖然穩，但只能防住敵人，不能消滅敵人。不如這樣，敵人來了，外圍的守軍全部撤退，退守漢城和樂城這2個核心的堡壘，放敵人進入平原，然後派兵斷了他們的補給線。等敵人弹盡糧絕了，準備撤退的時候，各路人馬再傾巢而出，這個一舉殲滅。理論上這個方案是沒有問題的，把漢中當成一個大口袋，放敵人進來，然後關門做賊。但有一個致命的前提，
你得吃得下這些放進來的人。如果放進來的魏軍數量太多，多到能同時圍住你所有的堡壘，那你不僅游擊不了，反而丟了漢中這道屏障。景耀6年，西元263年，姜維得到情報，鍾會在關中大規模集結軍隊，準備伐蜀。姜維立刻上表劉禪，聞鍾會治兵關中，欲歸晉許，一併遣張翼、廖化堵住陽安關口、陰平橋頭，以防魏然。這個預判完全準確。後來鍾會的主力走到的就是陽安關這個方向，而鄧艾偷渡的也就是陰平小道。但遺憾的是，這份上表被黃皓壓了下來。黃皓跟劉禪說：“我找了一個巫師算了一卦，魏軍不會來。”劉禪居然信了。對面魏國18萬大軍磨刀霍霍，結果劉禪去聽巫師的。我們在劉禪那期節目講過，劉禪或許不傻，但他是真的昏。劉禪不信，群臣不知，滿朝文武不知軍情。黃皓一個太監把大將軍的軍事情報直接吞了。等到鍾會已經進了洛谷，鄧艾已經殺向榻中的時候，劉禪這才慌了。這個時候，他派廖化去支援姜維，派張翼去守陽安關，但一切都晚了。鄧艾從榻中方向壓過來，姜維且戰且退，鍾會的大軍長驅直入，蔣蘇開城投降，傅謙戰死，陽安關丟了。在鍾會攻打陽安關的時候，守將蔣蘇打算投降，就騙傅謙說要出城迎戰。傅謙說：“我奉命守城，守住了就是功勞。”結果蔣蘇卻說：“你覺得守城是功勞，我覺得出戰殺敵才是功勞，咱們各行其志吧。”然後他就帶着人出去了，名義上是去迎敵，實際上是投降。由於傅謙以為蔣蘇是真的要出城迎戰，結果放鬆了警惕，導致魏將胡烈趁虛攻城，傅謙最終戰死。姜維跟廖化、張翼、董厥合兵一處，退守劍閣。鍾會到了劍閣外面，給姜維寫了一封勸降信，結果姜維看都不看，繼續死守。鍾會打不動了，此時糧食運輸也遇到了困難，軍心開始動搖了。鍾會準備撤軍，18萬大軍攻打劍閣，姜維硬是給守住了。但就在此時，鄧艾從陰平小道翻山越嶺，在無數的山區開闢了700多里路，碰到了懸崖，鄧艾直接用毯子把自己裹住，順着山坡滾了下去。到了江油，蜀國守將看到鄧艾帶兵湧進來，以為是劍閣被攻破了，直接投降。諸葛瞻率軍在綿竹迎戰鄧艾，在裘征玉的驅動下，鄧艾拼命，諸葛瞻戰死，綿竹失守。隨後，鄧艾兵臨成都，劉禪投降，並下令姜維投降。消息傳到劍閣，將士嫌怒，拔刀作死。想象一下，姜維帶着一群戰士在前線死守，仗還沒輸。眼看鍾會準備退兵了，結果自己的皇帝投降了，後方已經沒了。他們的忠誠、他們的血和他們的命，就這麼被自己的皇帝給賣了。除了砍石頭，還能怎麼辦？但姜維沒有崩潰，他發現將士們還有戰心。隨後，姜維假意投降鍾會。鍾會對這個折磨自己很久的老對手感到非常欣賞，出則同娛，坐則同席。鍾會跟自己的長子杜預說，拿姜維跟中原的名士比，諸葛誕、夏侯玄都不如他。然後姜維也發現了一件事情，鍾會想反。姜維跟鍾會說，你從淮南打到西蜀，戰無不勝，功勞全天下第一。但你想過沒有，韓信在天下大亂的時候對劉邦忠心耿耿，平定天下之後就被殺了。文仲沒有跟范蠡一起歸隱，最後被勾踐刺死。你立了這麼大的功，你猜司馬昭是想賞你還是想弄你？鍾會說：“君言遠矣，我不能行，且為今之道，或未盡於此也。你說的那條路太遠，我做不到。我覺得我現在的選擇不止這一種。”好了，算是徹底向姜維攤牌了，他想反。隨後，他秘密寫信給劉禪，願陛下忍數日之辱，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，日月憂而復明。這是姜維最後的賭局。一個63歲的老人在亡國之後，在敵營之中，在所有人都覺得大勢已去的時候，他還在扛。可惜的是，消息走漏，魏軍內部發生了暴亂，姜維跟鍾會同時死於萬軍之中。姜維全家被誅。史書記載，魏軍拋開姜維的屍體泄憤，發現他膽大如斗，
裴松之後來在評價這件事情說：“攻城裡外，然後為期，不能因為結果失敗就說這個計劃不行。要是當年田單內戰失守了，你總不能說田單是一個昏庸之輩吧？”同年，鄧艾也死了。這兩個天水郡的老同事一輩子沒見過面，卻鬥了半輩子，最後死在了同一年。史書記載，姜維投降鍾會的時候，鍾會問他：“伯曰，何來遲矣？”姜維流着淚說：“今日見此，為速矣。”到了今天這個地步，已經算快的。很多人說姜維窮兵黷武，不夠穩重，但事實上，以當時蜀國的人口、土地、物產和兵源，是全面落後於魏國的。這種懸殊會隨着時間線拉長，距離不斷變大。諸葛亮和姜維太清楚了，所以只能不斷的北伐。因為閉關鎖國只會讓魏國越來越強，人心越來越穩，最終難逃滅國。同樣是滅國，為何不北伐，放手一搏呢？古往今來，多少政客只管生前的民生利益，哪管死後的洪水滔天？而姜維，蜀漢大將軍，在位期間是真的在拼命。姜維孤獨了一輩子，早年喪父，成年後與母親弃衙分離，至死未見。正值壯年的時候，他的引路人諸葛亮病逝，人生後面的路全靠自己在走。蔣琬不理解他，費禕不理解他，劉禪更不理解他。相比諸葛亮壯年之時，武有關張趙雲，文有法正龐統，劉備更是無條件的去信任他。暮年的時候還遇到了姜維，遇到了這個志向跟他一樣的年輕人。可姜維什麼都沒有，他只有一顆心。但也是這顆心，讓蜀漢在最黑暗的年代裡，依然有人舉着克復中原的旗子往前走。良田百頃不在一畝，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。姜伯約，最後一位大漢將軍，殉漢而死。好了，關於姜維，我們就聊到這裡。最後，我想問各位朋友，你們覺得姜維的北伐到底值不值？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評論區。最後記得點讚關注，有條件的話可以點擊下方超級感謝按鈕，感謝支持。我是卡洛，我們下期再見。我既不成，乃天命也。